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在昨天官方公布了更新公告，今天就出现了朗纳尔的技能介绍。那么在之前其实我们也是有透露过朗纳尔的技能，只是没有看到它的数值，会不会它的数值非常低而让我们没有办法用到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SP 朗纳尔的技能到底有多少数值，能不能取代掉华莱士的位置来搭配 CP 呢？我们先看看 SP 朗纳尔的技能动画，它是半圆形的 AoE， 不过只有3个目标而已。各位可以看到，当它释放技能的时候，会变成一把斧头，然后扫出3只乌鸦。那乌鸦在北欧神话里面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奥丁他最喜欢的动物。据说乌鸦也是奥丁的眼线，所以策划故意这样子设计呢，其实是有含义的。虽然不是圆形 AoE， 但是这个半圆形呢，我相信大部分的步兵玩家都感到非常满意了。那么首先就是他的天赋步兵通用技能，但其实我看过了他的技能，不一定是步兵玩家才可以使用。尽管不是在朗纳尔的专属剧本里面，又或者是没有使用雷神腰带也好，朗纳尔也是可以给其他的玩家使用。首先第一个技能就是觉醒技能，所以我们直接看觉醒这里的描述。杀青范围最多3个目标，伤害系数2200，每增加一个目标会递减 15%。生命中的部队受到持续2秒的额外伤害，伤害系数300。那正常来说这个技能应该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小细节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么你们看到它这边伤害系数在觉醒之后提升了200，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也是那样子而已。200的伤害系数不值得我丢那么多的镜头下去，但是你们要注意最后一句，这里最后一句是写到使命中部队受到持续2秒的额外伤害，伤害系数300。那我们看一下没有觉醒之前的技能，使目标部队受到持续2秒的额外伤害，你们看到差别了吗？就是说你还没有觉醒之前，它只是针对于你当前的那个目标而已，但是你觉醒之后，只要那些目标被打到，他们都会受到额外的伤害，变成原本一个目标会受到额外的300伤害，变成3个目标同时会受到300的伤害，再加上觉醒之后直接伤害系数又提升200，而且朗纳尔的范围攻击又是半圆形这么大，所以加起来那个伤害系数其实不会太少的。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各位把朗纳尔给觉醒会比较好，它的伤害会比较高。我认为只是光靠这一点都已经值得把朗纳尔给觉醒了。下一个技能，步兵单位防御力提升 40%， 行军速度提升 10%， 仅率领步兵单位时受到的普通攻击伤害降低 10%。那么这个技能呢，也只是针对于骑兵而已，事实上它的技能也就只有这个技能是有针对步兵而已。那么这边步兵单位提升 40% 的防御力呢，虽然不算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们本身比较想要的是生命值，但是防御力也是 OK 了。像之后推出巅峰期的朗纳尔，大部分玩家应该都是会搭配 CP 使用。CP 其实它本身有生命值提升，也有攻击力提升，刚好就是缺乏了一个防御力，这个搭配上去就刚刚好了。那么这里 10% 的行军速度严格来讲是偏比较低一点的，但是我们要想到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如果你拿这个统帅搭配其他的步兵统帅，像搭配 CP 的话就有 15% 的行军速度提升，如果在领土外 CP 又有 10% 的行军速度提升，所以如果你们拿朗纳尔搭配 CP 的话，其实不会跑得太慢了。至于受到的普攻伤害降低 10% 呢，这个应该也是针对于现在的战场太多的统帅都是用普通攻击伤害了，尤其现在野战大多数都是流撤啊，所以这个降低呢还是有需要的。第3个技能，自身成为野战部队时，基础攻击或受到基础攻击时有 30% 的概率，在接下来2秒内夺取对方 20% 的攻击力和 30% 的行军速度。这个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夺取呢就是直接拿对方的技能，不过也还好，它这个技能是有基础攻击跟受到基础攻击的时候都会触发，而不是一直要对方触发到你的技能才可以使用这个效果，所以像它这个技能也算是一个临时的 buff。 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有 30% 的概率啊，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个 CD 事件了。但老实说，其实 30% 的概率也不算低了，因为它这里是有说到受到基础攻击时也会触发，等于说如果你的队伍是在被围殴的情况下，其实触发的概率还蛮高的。那同时间你的队伍也在发动基础攻击，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触发的概率是很高的啦，基本上都可以算是稳定的 buff 了，加上没有限制次数，也没有 CD 时间，所以严格来讲这个技能不算太差。
但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必须要担任野战部队的时候，因为如果像他这个技能这样子设计呢，其实他担任驻防触发的概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一直去围棋子或者是要塞。那各位要记得，他这个野战部队呢是不包括集结的，所以你们不要想着什么开集结或者是反集结会不会有用到，这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所以各位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朗纳尔带出去野战吧。再来第4个技能，这身为野战部队时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 25%， 怒气值高于 70% 时，使自身的部队在接下来4秒内造成的伤害提升 15%。 那这个技能也是一样，只能野战部队的时候使用。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统帅其实都是直接伤害统帅，所以应该来讲还是必须的。再加上现在原型阵呢也不是很普遍啊，不是每个玩家都是用珍珠作为副将，大多数还是做主将，也就是直接伤害。接着怒气要高于 70%， 其实这个触发条件也不算太难，因为它的持续时间有4秒，基本上我们的队伍7到10个回合左右就会再次触发技能。所以只要我们的部队不是被针对或者是被削弱我们的怒气的情况下，基本上要触发也是没有什么难度的，而且这边没有要求一定要做主将还是副将，这样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当时候官方做测试的时候他们是用霍去病来做测试。当然如果他这个技能遇到类似像贝利这样子的统帅，还会要求你所需要的怒气值提升200点的话，那这样可能这个技能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延续下去了，造成的技能伤害提升 15%。在我看了他的技能之后，其实我觉得朗纳尔比起做主将，我更觉得他偏向于做副将会好一点。最主要就是他的主动技能没有任何的 buff 或者是 debuff， 反而是他的第4技能有一个 buff 提升，但是他第4技能的 buff 提升呢，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做主将的时候才会有影响到，就是你的主将只要他的怒气到达 70% 以上的时候就会有影响。而且像是你们要搭配 CP 使用的话，就是把 CP 做主将，它可以让对方的生命值降低，并且 CP 的技能也是跟朗纳尔有点类似，就是让命中的目标在接下来3秒内生命值降低 30%， 并且 CP 的直接伤害呢其实没有朗纳尔高， CP 的伤害只有2000，但是朗纳尔它是有2200，再加上它的额外伤害还有300，再提升它的技能伤害 15%。那当然他们的天赋也是有受到影响啦，像 CP 的天赋就是辅助天赋，就是它的伤害可能不会这么高，但是释放技能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而且可以让你的部队比较硬一点。如果是用朗纳尔做主将的话，就会伤害高一点，但是我还是比较偏向于用 CP 做主将。那朗纳尔的出现呢，真的是直接替代了关羽的位置。虽然朗纳尔是缺乏了一个沉默效果，但是朗纳尔的 AOE 范围比较大，而且它的伤害比较高。关羽提升的是攻击力，朗纳尔提升的是防御力，并且也是一样提升 15% 的技能伤害。而且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关羽必须要做主将，又不能做副将，并且朗纳尔如果进入到专属的剧本，还可以让全部兵种生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再不去培养朗纳尔，不玩朗纳尔的话，今年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统帅可以去觉醒了。贝利又不行，华莱士又不行，珍珠又不行，难得有一位统帅我们可以带上战场使用了。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